2026年1月1日，欧盟悄悄按下了一个开关，没有记者会，没有大张旗鼓，但全世界有200多项商品从这一天开始运进欧洲的成本将被重新计算。在台湾南部一间做了30年螺丝的扣件工厂，老板收到了一封欧洲客户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话，请附上每一颗螺丝的碳排放报告，少报要拔，不报就断单。这就是碳关税，一笔你看不见，但所有人最终都得付的税。上一支影片我们讲了碳要怎么投资，今天这支影片我们要看的是规则，我会带你弄懂3件事。第一，欧盟的碳关税到底怎么运作？为什么说它看不见？第二，台湾的钢铁、扣件、铝业这3条供应链谁被挤得最痛？第三，这套规则为什么正在被英国、美国抄嘴走？最终会怎么改写全球贸易？看完这支影片，你会发现碳关税从来不只是一笔税。先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实，欧盟自己有一套碳排放交易制度叫 ETS， 欧洲的钢铁厂、水泥厂、发电厂每排1吨二氧化碳都得买一张配额。2026年5月，欧盟的碳配额均价大约是每吨74欧元。问题来了，如果一家德国钢厂因为要买碳配额，1吨钢的成本被推高了，但隔壁的土耳其钢厂、印度钢厂不必付这笔钱，欧洲的钢铁厂怎么跟人竞争？更糟的是，欧洲企业会干脆把工厂搬到没有碳税的国家去生产，再运回欧盟卖。碳没有减少，只是换了地方牌。这个现象有个名字叫碳泄漏。欧盟的解法就是碳关税，它的逻辑简单到让人发冷。你进口到欧盟的商品含有多少碳排放，就按欧盟碳价补上同样的税。欧洲厂付多少，外国厂就得付多少。表面上这是一道贸易屏障，骨子里这是把欧盟的碳价强迫推销到全世界。那哪些商品被盯上？欧盟挑了6个碳排放最重、最容易发生碳泄漏的产业：钢铁、铝、水泥、肥料、电力、氢，再加上一些下游产品，螺丝、螺栓、扣件，全都纳管。税怎么算？3个步骤。第一步，算每1公吨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排了多少碳。第二步，乘上当周的欧盟碳配额均价。2026年是季度均价，2027年改为周均价。第三步，扣掉你在母国已经付过的碳税或碳费，剩下的差额就是你要在欧盟边境补结的碳关税。举个例子，1吨的钢在台湾生产大约排2吨碳，如果欧盟碳价74欧元，光是碳关税就要缴148欧元，大约是每公吨钢5000台币。而台湾这边的钢价每公吨大约2万出头，等于说光是这道税就吃掉钢价的20%多。从2026年1月1日开始，只有经欧盟授权的进口商才能进口这些商品，单笔进口超过50吨就要走这套流程。第一次申报的截止日是2027年9月30日，换句话说，今年运出去的碳，明年就要结账。欧盟为什么选2026年？因为过去3年是试跑期。从2023年10月起，欧盟让进口商先报数据不收钱，把整套申报系统磨顺。3年下来，全世界的供应商被迫学会算自家产品的碳含量。现在磨合期结束，正式收费上场。但这里有个台湾特别关心的细节，我们自己也在收碳费。2025年试申报，2026年正式开征，每吨碳300台币。欧盟有规定，如果你在母国已经付过碳税或碳费，可以拿证明来扣抵。听起来公平，但台湾的碳费每吨大约是9美元，欧盟的碳价每吨80美元，差距将近9倍。台湾钢铁业龙头中钢在碳费听证会上讲过一句很重的话，如果扣抵不够，我们的钢铁制品会被剥2层皮，在台湾缴1次，在欧盟再缴1次。这就是碳关税看不见的第一个机关，它表面上是收欧盟的税，实际上是把台湾的碳费往上顶。欧盟给你的选择是，要么你自己收高一点，要么我帮你收。现在我们来看台湾供应链的3条断层。第一条，钢铁。中钢是台湾最大的钢厂，钢铁业也是碳关税冲击最大的产业。经济部估算，碳关税上路第一波，台湾会被冲击212项出口商品，短期成本增加大约245亿台币，钢铁就占了一大半。中钢的解法是在新厂导入电葫芦、买绿电，跟下游一起申请欧盟的碳含量认证，但这些都要时间，也要钱。第二条，扣件。台湾是全世界第3大扣件出口国，全球每3颗螺丝就有1颗从台湾运出去。
2023年，台湾扣件出口金额大约53亿美元，其中对欧盟大约13到15亿美元。扣件业特别痛，因为它是中下游，上游的钢材含碳多少，下游的螺丝就跟着背。而台湾的扣件厂多半是中小企业，没有碳盘查人员，没有减碳资金，但欧洲客户的订单要么负碳排报告，要么被踢出供应链。台南、冈山、高雄鹿竹一带的扣件聚落正在经历一场小厂倒、大厂并的重组。第三条，铝。台湾的铝业规模不大，但铝是碳强度最高的产业之一。电解1公吨的铝要排10几吨的碳。中信金、华新丽华旗下的铝业客户这几年都在重新计算自己的欧洲订单能不能继续做。钢、扣件、铝这3条断层串起来就是台湾制造业的缩影。你以为这是欧盟一家的事？不是，英国已经宣布从2027年1月1日跟上碳关税，覆盖的产业跟欧盟几乎一样，钢铁、铝、水泥、肥料、氢、玻璃和陶瓷一度被列入，但最后删掉。进口门槛是12个月内5万英镑以上，税率跟着英国自己的碳交易价格走。再来看美国，2025年4月，2位参议员把一项法案重新提进国会，叫外国污染费法案。内容是这样：对6个产业铝、水泥、钢铁、肥料、玻璃、氢的进口品，课一道 15% 的基本关税，再加上一道最高 40% 按碳强度计算的附加税。预估10年内可以替美国收进2128亿美元。最大被打的是中国、加拿大、印度还有欧盟。这项法案目前还没通过，但它已经有共和党和部分民主党议员背书，方向几乎确定。再加上日本、韩国、加拿大全都在跟进，所以你看到一个画面：3年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收碳关税，3年后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全都要收。这套规则不是欧盟单独的实验，而是碳规则的全球扩散。那企业要怎么接招？我们把所有应对方法归成3层。第一层最简单的测量，先把自家工厂每一条产线、每1公吨产品的碳排放算清楚，没有这个数字，连欧盟的门都进不去。第二层比较难的减碳，换成绿电，改用低碳原料，导入更节能的制程。中钢盖电葫芦，台泥买绿电，塑化大厂开始试做生质原料，这些都不是公关，是真金白银的资本支出。但减碳有极限，钢铁、水泥、化工靠的是高温高热，物理上就会排碳，再怎么减也减不到零。第三层最关键的转嫁，企业终究是要把这笔成本往价格上加，可是谁能加得动？这里有一个很残酷的分层。产品越有差异化，越被客户绑定的，越加得动价。像台积电的晶圆，像高阶特殊钢，产品越是大宗，可替代性越高的，越加不动。像一般钢筋、一般螺丝、低阶铝材，能转嫁的企业，碳关税只是成本上升；不能转嫁的企业，碳关税是订单流失。同一条供应链，有人吃得下，有人撑不住。欧盟收的是一笔税，但它真正在做的是替全世界筛出哪些企业有资格留在绿色供应链里。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这笔看不见的碳关税最后是谁买单？答案不会让你太意外。第一站是出口商，他们承担了多出来的成本、申报的工作、减碳的投资。第二站是品牌商，他们把多出来的供应链成本加进产品定价。最后一站是你和我，消费者。每一根进口钢筋，每一袋进口水泥，每一台进口家电，每一辆进口车，背后的碳关税最终都会写进你看到的价格里。瑞银的研究估算，光是欧盟这一道碳关税，未来10年会让欧盟的进口商品平均涨价 2% 到 6%。听起来不多，但这只是第一刀。当英国、美国、日本、韩国全都跟进，这些税会层层叠加。但碳关税真正争议的地方，从来不是钱，是规则。欧盟为什么能单方面决定全世界的钢铁业、水泥业、铝业要用什么样的碳排放标准？发展中国家骂得最大声，印度、巴西、南非说，这是富国早就排完了碳，现在用环境保护当理由，筑起一道绿色保护主义的墙，把穷国挡在外面。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已经有人开始挑战，碳关税到底符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欧盟的答案是，气候是底线，贸易是手段。
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套逻辑翻译过来就是：欧洲人发完财了，现在要用碳关税重新定规则。看不见的碳关税，看不见的不是税，是规则的话语权正在被重新分配。碳关税上路，全世界的企业第一次被迫把碳当成跟原料、人工、运费一样的成本，明明白白写进账本。下一支影片，我们要把镜头往账本里再推一步。当碳变成成本，当减碳变成资本支出，当绿电变成竞争力，哪些产业会赢，哪些产业会输？碳成本正在重写全球产业的损益表。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对碳关税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做出口、做制造、做投资的朋友。我们下次见。